Hey, what's up, it's your boy Skip to my Lou， 欢迎来到我的篮球频道。那今天要继续的来聊我们的篮球心态。那希望定律1和2啦，大家都有实际的把它慢慢的融入在可能生活或者是篮球场上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定律3呢，叫做 The Law of Extremes， 就是极端主义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哦？就是极端的好，或者是极端的不好吧？我在猜大概是这样，简单的翻译啦。那我们先来想2种情况，在篮球场上。第一种情况呢，是在假设在篮球场上失误，所以失误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让自己想很多，然后可能很挫折，然后再来呢，就会影响到下一球，那下一球就打得更不好，然后又想很多。再影响下一球，所以这个循环就是越来越不好的循环，这是第一种。但第二种情况，我们来试想看看，如果这球表现得很好，然后让我们非常的兴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会影响到下一球，这边暂停一下，因为有的时候太兴奋不一定会打得非常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嗨了，有可能会放枪，有可能会不小心太用力，那个肾上腺素，而且其实我们都知道。篮球比赛不是完美的，他如果没有进或者是失误，其实是蛮频繁的。好，所以表现好，兴奋，影响到下一球。那这一球如果假设他任何时候表现不好的话，那他的兴奋程度，他那个起伏会很大，再影响到下一球。那其实他从这边开始就是一个不好的循环。那到最后结果好像都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办？所以定律3讲到的 Law of Extremes， 极端两边的极端 ，as emotion increases, consistency decreases， 就是呢，如果情绪提高的话，稳定度就会下降。这个有点像是就是如果在开车的时候，然后雨下得很大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雨刷。就是你一直会看不到前面的东西，因为一直有东西挡住。那我们举例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情绪这样。所以情绪这个东西对一个球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有的时候还会就是不管是对对方或者是对自己同队的队友，可能很嫉妒他，或者是甚至生气，他就会让你的那个视野变得很小，就只专注在一个人身上而已。那通常这样都表现得不会好，所以我们的目标呢，就是不要太极端，你的情绪不能非常非常的高涨，那你的情绪也不能非常的低落，这样子会让自己很没自信。那这边我要举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NBA 球员的例子，他叫做 Damian Lillard。那我们都知道 Lillard 呢，他是以心脏大颗绝杀出名的球员，而且非常的 stone cold， 要怎么讲？冷静的杀手，他是这种球员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他高中的时候，在有一场比赛，他对到全州最强的球队，然后大概还有5秒钟的时候吧，落后3分这样。然后 Lillard 拿着球运过中场之后，有一个人防守他，他就直接呢在他面前拔起来投一个3分进了，然后把比赛逼到延长赛这样子。那当下呢，因为高中生的 Lillard 他就是非常的嗨，疯狂的挥拳。你知道有的球员就是庆祝他们很嗨的时候他们会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在庆祝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爸坐在那个观众席最角落的地方，然后他跟他爸对到眼，然后他爸只是这样站起来，然后对着他这样比一个拳头，之后就坐下来。当下 Lillard 就发现，哇哦，这个人跟所有其他的观众都不一样，他怎么可以这么的冷静？后来呢 ，Lillard 就决定说好，他要把这个特质学习起来。之后呢 ，Lillard 有太多的绝杀了，太多关键球，所以最后才会有这个东西叫 Dame Time 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每次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时间。那有他在2014年绝杀火箭队的那个最后一球，而且我记得那一场他们还是落后2分，然后时间也没剩多少。再来，最近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绝杀雷霆队那一球，在2019年4月23号，几乎是在快要到中场的地方，直接一个超大号3分绝杀雷霆。那场比赛结束，大家记得 Lillard 做了什么动作吗？他有很嗨的庆祝吗？我记得他是这样跟 Westbrook 说拜拜嘛，然后接下来队友全部都冲上来了，他就是被抱住。但是有一张非常经典，你可以看他的表情 ，Stone Cold， 因为他没有被他的情绪所影响。那后来很妙比赛之后呢，他在 IG 发了一篇文，我们来看一下 ：It's the unemotional, reserved, calm, detached warrior who wins, not that hard-headed seeking vengeance and not the ambitious seeker of fortune。他说这个是孙子在《孙子兵法》里面所讲的，英翻中的大意大概是这样子啦，
说能取得胜利的是不带情绪、慎重、冷静，并且超然的勇士，而不是鲁莽的寻找复仇的人，以及热切渴望搜索财富的人。中文版有点饶舌，叫做这个在火攻篇孙子兵法，民主虑之，良将修之，非利不动，非德不用，非为不战。主不可以怒而行使，将不可以运而制战。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就应该大概是这个意思，不要让你的情绪影响你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知道 Damian Lillard 和 Russell Westbrook 他们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好，那有人就会问啦，那场上一定是会有情绪的，我们是人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，有情绪才是很正常，没有情绪机器人超怪的，不太可能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是如何要转换这个情绪，然后不让它影响你。其实这件事情呢 ，Jordan、Kobe 和 LeBron 他们都常做。那这个有点像就是如果我可能跟人家吵架，非常的生气，我在那个当下，我的那个能量没有地方发泄的时候，我可能可以去重训、去跑步、去打球，回来之后，它可以让我非常的平静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如果在场上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你可以注意观察大心脏的球员，很厉害的球员，他们都会做这个动作。他把所有的那个情感全部都浓缩在这个拳头里面，就这样子，然后move on，就继续比赛，继续的专心在当下的比赛。那还有一个技巧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当下失误的时候，通常大家可能都会挫折嘛，或是怎么天哪，有一个失误，通常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记住这个技巧，就是如果当下犯了一个错误，或者是队友没有进或者是怎么样，在追分的时候，一失误的当下，球权转换当下，直接往那个球全力的冲刺过去，这样子会将那个损失伤害减到最低。那我现在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，就是 LeBron 在冠军战的时候的Iguodala的那个追魂过，因为 Irving 上来没有进，但是他整个直接开始启动，然后造成了那个完美的防守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就是如果表现好的话，把这个情绪集中在这边。表现不好的话没有关系，往那个球直接冲，做一切的事情让球队可以损失降到最低。那讲我身边比较近的例子，就是恭喜璞园拿到了4连胜，而且因为我有跟 Jordan Tolbert 聊天，然后我跟他分享一些这个 Ball Mind 里面的一些东西。那 Jordan 跟我分享过，其实在场上他最害怕的球员呢，不是那种你挑衅他，然后他会回应你的挑衅，或者是你守他，然后他会很想要报复的那种球员。因为其实如果是那样子的话，他就达到他的挑衅的目的了。那个球员通常他有情绪来的时候，他就看不到他的队友，他只会看到他自己。Jordan 说他最害怕的球员就是你怎么挑衅他，他还是非常的冷静，他不为所动。然后呢，静静的、安静的在你头上拿个40-50分，这种球员最可怕。那我这边刚好想到，就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黑帮电影里面的话，我记得《教父》呢，他有讲到说 ，The loudest person in a room is the weakest person in a room。他说，如果在一间房间里面你看谁讲话最大声，讲话越大声的人，代表他就是越弱的人。所以呢，让自己的情绪不会起伏太多。那我们今天也学到了如何转换自己的情绪，所以才可以让我们专注的在比赛的当下。所以今天最后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定律3 ：The law of extremes. As emotion increases, consistency decreases. 当我们情绪上升的时候，我们的稳定度就下降。好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内化这个心态，然后慢慢用在自己的比赛当中。把你的想法或者是经验在底下留言，让我知道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见。Alright, I'll see you next time. Peace.